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点关于咳嗽方面的一些知识，并且针对患者对咳嗽一些认知方面的误区，讲讲我的一点看法。第一个误区啊，就是我们老百姓认为咳嗽是一个坏事，咳嗽是一个症状、一个病，那一定是坏事了。再一个，咳嗽咳得我们睡不着觉，咳嗽咳着了胸痛，咳嗽咳嗽了，把嗓子都咳出血了。因此，咳嗽是一个坏事，我们可以理解。另一方面啊，咳嗽是一个好事。我们知道，咳嗽是人体的一个保护性反应。当我们有病了，我们嗓子里有异物了，有痰液了，我们咳嗽把它咳出来，是不是一个好事啊？你要是这些痰液呀、这些杂物啊，要在肺里停的时间长，是不是出现感染情况了？是不是让病情加重了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，我们咳嗽又是一个好事。第二个误区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咳嗽是一个病。我们知道啊，病啊，它是一个系列的症状组成的一个病。一个病它有很多症状，像感冒啊，它有咳嗽，它有流鼻涕，它有咽痛、头痛、全身痛，这是一个病。但是咳嗽不是一个病，咳嗽只是一个人体的自我保护反应，咳嗽是一个症状。因此啊，我们有咳嗽了，一定不是要在这个咳嗽上面打转转，我们一定要找着它咳嗽的原因。说到这个咳嗽是一个症状啊，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咳嗽的反射弧。咳嗽是一个保护性反应，当人体的支气管、气管受到刺激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应器啊，咳嗽感应器，机械的感应器、化学的感应器、张力的感应器受到刺激，就通过迷走神经传达一个信号，到达咳嗽中枢。咳嗽中枢发着号施令，通过肋间神经、膈神经、舌咽神经，形成一个咳嗽的反应。这种咳嗽啊，是声门再开始把声门闭开了，肋间神经收缩，膈肌收缩，然后形成胸腔内的压力，突然的声门打开，这就咳嗽就发生了，这就是咳嗽的一个动作。因此啊，在咳嗽这个反射弧上，任何地方受到刺激了，受到障碍了，我们就出现了咳嗽的反应。因此咳嗽啊，它是一个症状，它可不是一个病，它有很多病引起的。第三个误区啊，一般认为咳嗽是由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，想到最多的也就是肺啊、气管、支气管。我们一生遇到咳嗽的病人，想到最多的病也就是呼吸系统疾病，像肺癌啊、肺炎啊、支气管扩张啊。其实啊，咳嗽还有其他系统疾病引起。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咳嗽不全是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，像颈椎病引起的干咳，像胃酸过多反流引起的喉性咳嗽，像鼻炎、鼻涕倒流引起的咳嗽，像多发性脑梗塞、假性球麻痹的呛咳，这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，也容易误诊的咳嗽病例。第四个误区啊，我们大家知道，有咳嗽那就止咳呗。咳嗽是一种保护性反应，是把气管、肺内的异物或痰液排出体外。有时候啊，我们不是止咳，而要化痰，更容易把痰排出体外。有的病人呀，那种咳嗽反射比较弱，有时候我们会刺激他，让他咳嗽的更严重一些，容易把痰或异物咳出体外。有些昏迷不醒，或者说咳嗽功能减弱的，我们可能就要用吸痰器把痰给吸出来，刺激他的喉咙，让他咳嗽，把痰排出体外。第五个误区啊，就是咳嗽要用抗菌素。我们知道咳嗽有很多疾病引起的，有很多原因，其中啊，细菌感染引起的气管炎、肺炎是很少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细菌感染的征象，那我们就不能用抗菌素。第六个误区啊，好多人把这个咳嗽当成一个小问题，
确实啊，这个咳嗽有小有大，小到感冒发烧1-2个星期就好了，大到癌症、肺癌。如果你的咳嗽长期不愈，超过几个月，并且你的咳嗽痰中带血，或者说咳出大量的浓痰，或者说在咳嗽的过程中你的体重明显减轻，遇到这几个问题我建议你去看你的医生，在医院做一些体格检查。第7个误区就是我们大家认为咳嗽是一个内科疾病，内科疾病找中医就是开方吃中药。殊不知我们也用其他的方法，像针灸治疗颈椎病引起的咳嗽，用针灸治疗咽髓球麻痹引起的咳嗽，我也用针灸治疗鼻炎、鼻涕倒流引起的喉性咳嗽。第8个误区就是有些人得了咳嗽他不去见医生，自己在家用偏方验方治病，像冰糖炖梨，像红枣姜茶，像蒸橘子，这是偏方验方对一些受凉感冒引起的咳嗽可能有用。话说回来，这些感冒发烧的你不治疗它1-2个星期也就好了。因此对一些长期的咳嗽，对一些有其他的症状，因此要见医生，要做一些检查。第9个误区，我们大多数人得了咳嗽去见医生，去医院看病，把责任都推到了医生或医院身上。我花钱你治病是天经地义的，殊不知3分治疗7分养。医生治病只是帮助你，最根本的问题是自己。因长期坐立引起的颈椎病性咳嗽，那你就要改变生活习惯了。如果有暴饮暴食、饮食不规律，你要从饮食着手。如果从反复感冒、反复鼻炎发作引起的咳嗽你就有规律的去运动锻炼着手，强身健体着手。今天简单介绍了一点大家对咳嗽认知的误区，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，也希望大家给我关注、转发、点赞，谢谢大家。